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一个手拿包，但是其实这个样式我做过好几次了，当然啦，每次因为同样的做法呢，改变了尺寸、宽度、高度、厚度不一样，或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很多人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很多做法，你看啊，手做的东西这么多，其实做法就是车缝嘛，然后拼接啊这样子，那技法是没有到千变万化，说都永远学不完，是不太可能。当然是说很多地方我们没学过，但是有些比如说它做法是类似的，其实它就在尺寸还有它的这个形状，或是它的配色，或是它布料不一样的时候，你感觉它就是好像是一个新的包。那其实呢，这个做法我们已经教过好几次了，所以呢，我们因为这个尺寸大小是刚好可以容纳手机，然后还有可以容纳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再来做这个比较实用一点的这种小包哈。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大包背到很腻的时候，不想要身上有夏天身上不想太多负担，我们拿这种手拿小包其实就是还蛮方便的。那你可以看它就是这种多夹层的，打开呢它就是有3个夹层的这种包，然后前面做一个有带盖的口袋，好。然后呢，后面是做一个这个外带，那拉链呢直接加上提把，直接加上一条绳子，我们就可以当提把这样子拿，然后也可以挂在哪里这样子，或是呢是我们里面我们拿了一个大包包，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把这个钩环拿起来，绕过这个手提的部分，手提袋的部分呢，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小包包，有时候要拿东西的话比较轻便，比较快。比较方便，就可以拿到你要的东西。那它的尺寸大小呢，刚刚好可以塞一个比较大型一点的手机，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手机可以刚好放进去。然后呢，它的空间还可以放什么呢？比如说像我的这种，我一定会随身带的一些小药品啊、化妆品的一个小包。然后呢，钱我们就可以塞在中间的地方。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塞信用卡在里面。那如果就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如果你不想要放在，比如说像这个是一些会员卡或是悠游卡的话，好，那我们也可以把钥匙就是丢在这个包包里面，因为它其实容量超级大。然后呢，外面就可以放什么，像什么悠游卡啦、会员卡啦，一些什么比较没有那么重要，或是我们的一些小的单据我们都可以放在前面。那现在那个什么新冠肺炎又开始流行起来，我们就可以把口罩塞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收纳口罩。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那种停车是扫 QR code 码的，那我们就可以塞在这个地方。等到我们去停车场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票券拿出来扫描，或是放一些那种其他杂七杂八的一些小东西。总而言之呢，这个东西还蛮万用的。像你这样子再塞一个那个面纸也是 OK 的。因为我还蛮会带湿纸巾的，那基本上我自己要做的话，我比如说带我们家的那个 Puppy 去公园走路的时候，我就可以放手机，因为我们家隔壁有卖绿豆汤，我每次都忘记带钱。我只要带这个的话，我就可以说带了手机带钱，然后还可以塞卫生纸跟那个塑胶袋去接收黄金，好，就像这样子，然后就是一个包包，就是还可以做的还蛮饱满的。然后也比较没有负担这样子，所以呢，像我这种包包，我觉得很实用，我会多做几个送给朋友啦。因为其实我做，虽然很多人都问我说，样本做那么多，我都拿去哪里？因为很多都是在我们公司，在我们店，我就会当样本，然后有些就是给同事啊，或是给我的家人或朋友用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猫咪的，这个是日本棉麻布料，是猫咪的这个冰淇淋。好。那它有3个颜色，都很好看。然后这个是圈圈，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圈圈。我女儿说它很像棒棒糖，还蛮可爱的。她就说，这个就是那个她小时候偶尔很久才会给她才会说，我可不可以要一根棒棒糖？她就说很像那种棒棒糖。然后等一下我们要示范的是绿色的。那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这个是纸鹤，这是那个仿日本古布我觉得还蛮漂亮，这是台湾制的，但是它就还蛮日式风格的。有些比较喜欢低调一点，它这块布做起来很挺，
好，然后就是一样是有这种隔间这样子，打开，好，一样是有隔间，就走比较日式风格的一个那个图案。然后这个是我自己要用的，你看我很小卡称呢，我就是很爱走浮夸路线，我就用金池拉链。那既然做了呢，就是还是会出一下材料包，反正我都做了。然后它的里部呢，我是配一个这个比较缤纷的点点，刚好跟这块表布非常非常的这个搭配，好，就是一样的。这个是我自己要用的。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当样本啊，还是说我挑我觉得比较适合的花样会做，像这个是拼谷。是我跟我女儿都很喜欢的一个卡通，还有这个花朵双子星，比较有点秀气又可爱的这个样子。那还有这个角落小生物哈，就是走比较温和路线。那我觉得这个黄色系也相当好看。那当然它还有一个这种紫色系的，有点蓝紫色，然后这一色也很特别，因为刚好配到很搭配的这个拉链跟里布。所以这个颜色算是里面比较特别一点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做好几个不同的花色。如果你们需要这个材料包，可以去我们的官网购买。然后呢，我当然就是要教大家怎么做这个咯。好，那我们教大家做这个之前，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什么，它的无微博的配件。好，首先呢，我们会有一条这个手提袋。好，那我就先扯起来，然后会有一条拉链，我这个拉链是用9英寸的，然后会有一个D型环带，然后这是拉链后面的装饰的这个布料，好，就拉链后面装饰布料，然后还有一个带盖，然后前面的口袋，还有这个前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带，哈，然后还有中间隔层，它带身总共有4层，有2片是比较高，2片比较窄。然后呢，就各自有表布跟里布。好，这样子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车咯。好，我们开始车呢，当然就是从这些零件开始车起来。那手环带呢，我已经先车完之后呢，我们就来车一下这个 D 型环带，跟手环带的做法是一模一样。那这卡带子难不难呢？其实难度还蛮低的，没有很难，但是看起来就是感觉上好像技术很好一样，就是做起来就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就说啊，因为没有很难，所以我就会做很多咖。如果你看我那个同一个样式做很多个那通常就是难度不高啦，我才会想要做。难度很高，有时候做了2、3咖就累了。好，然后我们这 D 型环带就是备用，然后这个是拉链的这个后方，好，装饰布。那装饰布呢，我们就是从正面，好，拉链头有拉链头，看到拉链头就是正面，从正面放着正相对，然后把它翻过来，翻过来之后把它两边凹起来，好，把这个拉链的这个尾巴把它包起来。那如果你不包也是可以，那有些人会用皮革去做也是可以，还是你想要用任何方式，好，让这个拉链尾可以做得更漂亮，当然都可以。我曾经好像看过有人就做一个圆球粘在上面，就是好像用包扣那种，把它就直接用一个圆圆的把它粘在上面。那当然就是你喜欢就好，好，这没有什么一定非得要怎样。然后把剩余的呢就这样子把它凹过来之后，好，把它凹过来之后，然后把它折起来，然后缝缝这个开的地方再把它折进去，这样前后就都会很漂亮了。然后再从正面压线。那如果你是选到有图案的布料呢，你就可以取这个有图案的地方呢，刚好在这个拉链尾，好，刚好有一个图案在拉链尾，这样就会比较可爱一些。我等一下给你们看。好像我的话，你看这里就会有猫咪的脸，好，然后呢，我自己要用的这个史努比，我就取了一个史努比，好像这样子。然后其他图案我也是都有尽量，就是有像这个就是双子星 Kiki 拉拉刚好一对，像这样子。然后另外那个白色我就是用那个什么，我就是用那个独角兽那个白色的，看不起，我的家。好，白色你看，我就独角兽刚好 Kiki 拉拉，然后独角兽，
好，就3个它们就一组，这种感觉，所以你们就可以自己取喜欢的图案，因为布料其实都够。好，当我们这个车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车这个带盖，好，跟前带。好，然后我们带盖呢，一边有贴布衬就好，另外一边可以不用贴。啊，如果你都要贴的话，它就会比较厚，你就喜欢就好，好，也没有人说强迫你一定都不能，只能贴一边，你就变很厚啦。像我们店长他就很喜欢到处贴衬，我就没办法。虽然他每次贴到很厚的时候，他有时候还会把针车断哦，因为就是太厚了。那我比较不喜欢，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没有绝对的。好，那我们的这个带盖的这个布料呢，我在纸型上是写表布乘2。那我这里折双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折过来。那你如果有图案的话，你是取图，你就自己衡量说你要剪2片，然后还是像我这样子把它直接折过来，就直接一边折双都可以。好，比如说图案没有方向性，那你就可以直接折过来。那图案有方向性，你可能就是要剪2片，然后车一个么字形，好，再翻到正面来，然后呢，再从正面压线。那对我来说，正面就是那个有贴衬的那一面，好，我们就从正面压线，四周都把它压起来。然后呢，我就会在正中央的地方，因为我们有附一个那个布标，好，我们就从正中央的地方呢放个布标，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布标在你不贴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贴了之后，它就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哈。你的袋子呢就会比较有重心，因为这布标也蛮美的。那当然你也可以不要，你也可以用皮标哦，都随便你啊。你也可以不用贴，你也可以不要贴你也可以做刺绣哦，都可以塞哦。只是我们附的是布标。然后就把布标贴上去。那因为这个袋子蛮扁的，所以我就没有再另外用磁扣，因为它本身它的包覆性就还蛮好的。就是你看像这样卡片放在里面，你没有刻意去那个的话，它其实是不太会掉下来的。好，它是不太会掉下来，因为它这个袋子本身就还蛮扁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车这个前面这个袋子的位置。那如果你有图案性的有图案有方向性的，你就要看一下上下是哪一面然后呢，下方的地方留一个反口。等一下我们要翻到正面去，好，你就要留一个反口，然后就把它车起来，留一个洞。这拉链跟这个都是最后才车，你可以先把它丢到旁边去。好，那是最后才车的。好，然后把四周的这个缝缝呢，剪成三角形的地方，把它剪掉，让缝缝不要太厚你太厚的话，你翻到正面它就看起来很笨重的样子，那个角度呢就不会很漂亮。那我们在翻的时候，把这个角度稍微这样把它折一下，用大拇指跟食指掐住之后翻到正面来，好，它就不会太丑。好，这个其实在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手作的时候，我就讲过好几次了。好，算是如果你有在看我的手作影片的话，这个已经算是基本常识了。好，那这个翻过来之后，再回来把它压住过来，4个角都这样做虽然它一下子没有，就算一下子没有办法很尖，你稍微挑一下它就可以很漂亮。那你在挑的时候，不要挑的太那个下这个锥子不要戳的太浅，这样很容易把这个纤维给挑出来。好，像这样子就 OK 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先来把它放到这个车上来，才不会不见。
那我们把中央线做出来，好，然后呢，把这个稍微折一下，看它中央线在哪里。我们把中央线对齐，好，然后高度呢，当然就是要放在适当的高度上。那什么是适当的高度呢？就是我的那个版型里面会画一个位置，就是在底的上方一点点。好，我们底是左右各1公分，所以总共有2公分。好，所以我们就是比底再上去一点点，然后就把它中央线对齐好。那你也看左右两边，好，有没有刚好在中间？有的话就车上去。我其实很少在用尺量到很精细啊，我觉得这样折一下哈，做一个记号线，其实就差不多啊。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碰不好车，你可以先去用那个熨斗先烫一下，好，把它烫平之后，我们再来把它车上去。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带盖放到它的上面来。那带盖呢，本身是比口袋多了一点点的宽度，我们就是平均，好，左右平均，然后放到上面来车。然后车完之后，再从正面压线把它盖住，这样我们前面的口袋呢就完成了。那因为这个袋子已经很空间已经很多了哈，还蛮容量已经蛮大的，所以前面我就没有再做立体口袋压给，就不用了。好，这样我们前面的这个口袋就做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做后面的口袋。那后面的口袋先把后袋的布料找出来。后袋的布料呢，很明显的它就是矮人一截，有没有？好，它有三层哈，一层有1、2、3层的高度不一样。那最矮的这个呢，就是后面的那个后袋。然后呢，上面的袋口先车起来，然后翻到正面来压线，直接压0.1。那个里部会有点跑上来哈，我们就从这里下面给它抓一下，然后这里往右推，它就会跑进去。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放在哪里嘞？你们猜猜看。当然就是放在另外这一片最高的那一片哦的后面。好，把它放到它上面来，这样它的那个带身的上面来。然后呢，下方先用强力夹夹住。这时候你会发现啊，左右都有通一点点嘛，有没有？都有多一点点。这是下面中央线夹住之后，按住这个点，按住这个角的点，把它这样推进来，袋口推进来。这样呢，你等一下完成的时候，你的外袋就不会背住。然后就把它沿着这个边缘线呢，把它车起来。然后车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记得怎样？针朝下，然后再把上面这个地方往内移，好，让它这里蓬起来。等一下你整咖袋子做起来呢，它就不会因为里面带身跟外面带身有内外圈的差别，它就不会背掉背掉怎么讲？反正就是会变得很不平整哈。它现在这样子，它就会变得很平整，好，要不然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好，如果你没有多这一点点的话，你袋子一做完，像现在这样，它就会平平的。那如果你没有这样，你这里是车平的，然后等到你袋子完成的时候，它就会像这样，里面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凹槽，好，所以呢，这个小小的变化，你就是自己要知道要怎么做。然后那我们既然在做带身的部分，好，这是外面的带身的部分，我们现在就干脆先来车它好了。要车哪里呢？我们把里部跟表部放在一起，车一个小小的短短的，好，一个么字形，
好，车一个这样小小短短的么字形，然后呢，我们就来开始车小小短短的么字形。那这个么字形就是，它的高度就是差不多是我们一半的这个袋子的厚度，哈，就是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好，反正我们要先车这个么字形。回针哈，到那个缝指点的时候要记得回针哦。好，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那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多余的缝份剪掉。接下来车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好，车一个小小的这个么字，高度很短，然后很宽，好小小的这样子。从大概约我这个好像是剪1公分半吗？1公分半左右，烧香。然后呢，从这里开始回针，记得回，好，然后车过来。好，多余的缝份一样把它剪掉。那这时候呢，你其实是可以去熨烫一下，让它等一下你翻到正面的时候呢，会比较好翻哈。那你要熨烫，要让它比较好翻呢，你把这个缝份哈，刚好看到线啊，这样把它凹下来，把它烫一烫，等一下你翻到正面就会比较好看。像这样子，嘿，你可以用这个叫什么？滚轮骨笔，好，稍微滚一滚，或是用熨斗稍微烫一下，好，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再来车中间的这个带身。那中间的带身呢，我们就要把缝上面的带口一样把它车起来，像这样子哦。先对好，好，这是中间的带身，好。然后车上面这一层，车上面这一层之后，注意哦，我们把它打开之后，我们要压线，压线把缝份朝向你的表部，注意听，压份一下，啊塞，没有了，压线呢，把缝份朝左哈，朝你的这个表部的部分，然后我们压线，这里是要打开的哦，不是要合起来哦，哈，不是要对折过去，好，是要这样子打开，然后压线压0.1。然后把缝份导向左边，哦，朝表部的那一边，像这样子。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去熨烫一下，把缝份呢拉下来之后，然后去熨烫一下。我一样用滚轮骨笔滚一滚就好，不然我的影片就要剪接好几次，也蛮累的。好，像这样子。好，接下来呢，另外一片也是一样。车上面的部分，让缝份呢朝向表部，然后呢做一个0.1的压线装饰。然后再把里部翻过来之后。好，稍微熨烫一下。当然，你也是可以最后再熨烫啊，只是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好烫。然后呢，这样子完之后，我们现在是不是有4片这个东西要把它组合起来？这4片都是带身。然后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记号，就是一个，因为我车了很多个，所以我有一个，我就不用每一个量，我就画一个这种内带，最里面中间的那个夹层带了嘛，我就画了一个这个。这样子，好，你把这个叫什么 UU 哈，然后把它跟这一片一起先打开车起来。那打开车起来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旁边的这个交接线啊，这个交接线你要对齐，
好，这里的交接线要对齐，好，看准哦，领好平哦，好，把这个交接线给对齐好。然后呢，先用强力夹固定一下，然后再到这边来看一下交接线有没有对齐好。好，有对齐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条线呢，从缝份的这边开始车。好，从缝份也要车哦，哈，缝份开始车，不是缝份不是缝份也要车，是你车过来这里，是不是刚刚那里的缝份，从那边就要开始车，好，然后把这个框给车起来，这个就是中间的夹层。好，车完之后就会像这样子。有没有？它的上方这边也要车到，好，才不会开的。好，接下来公盖吹搭。接下来呢，这个东西我们来找一下我们前带的部分。好，我们前带的部分找出来干嘛呢？因为我们要放D形环带，好，把 D形环呢穿过去刚刚车的这个带子，然后呢固定在这个位置上。那你们会发现说，哎呀，我怎么都没有在量位置，因为这个还好，不会说一定要在多高，就尽量高一点，跟拉链不要离太远，好，这样比较好弄，比较好拿。好，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先车固定。那你会发现我都留的比较长的嘛，因为你长了，你可以把它剪短了。短的你要变长很难啊，所以我都会留长一点，然后需要的长度车完之后，多余的就剪掉。好，我们现在呢找出了一个这个表布，对不对？这个表带身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跟中间的这一片一起车。好，那中间的这片要怎么车呢？首先呢，你有看到它现在是连起来，是像这样子，有没有看到？连起来是像这样。那我们就要找出其中，不管你是哪一片的这一边。正面，好，对正面，边边这个角角，这里注意听哦，哈，边边这个边缘线要对准我们刚刚车的这个小 L 的底端，像这样子对准它的底端，好，然后呢，从这里开始车，好啊，你要小心不要车到另外这一片哦，哈。然后这边也是一样，你在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把这一片下面这一片先凹进去，先给折起来，好，然后这里一样对准刚刚那个小 L 的底端，好，边缘对准它的底端，然后呢再把它车这一条线车起来。那车到这里的时候，D形环小心你要看一下，不要让它凹过来，要把它推到左边去，然后我们就车到这里，是缝指点，这样子。接下来呢，要车底部的时候，记得要把这一片有没有中间刚刚这一片下面是不是有多一个这个？好，这一片我们要把它折起来。好，因为我们知道车刚刚那个合起来那个地方的其中一片而已，所以那边要折起来。啊，另外一片要干嘛？就是要跟另外一边接，哈。然后呢，我们再把底部，好，你要记得折起来哦，哈，不要车到多余的布料，把它车起来。好，就把这个底端给车起来。那你也可以从这面，哈，就是有口袋的这一边，你去看这个底线，哈，跟你的口袋的底线有没有平行？好，两个要平行比较好看。然后呢，我们要来打脚了。打脚的时候也记得把手摸进去这个里面，把刚刚多余的布料不要去车到哈。我们只要车这个打脚的部分，把缝份打开，好，缝份打开，来把它对好，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侧边给车起来，这个角度把它车起来，这样呢，你的带子就有一个厚度了。这边也是一样哦，把它车起来。那多余的布你要手要摸进去，去看一看你的手指头跑出来，这个中间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的话，你才能车哦。
然后再把它打开，像这样，好，拿来车这个底端，好，这个带底打角的部分，把它车起来。好，车完那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车这个侧面。那侧面的话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把它折好，好，不要这个边缘这个边缘布料，这个要怎么讲？这一片这一片它这里要折好，刚好是，你不要折上来这样就没有刚好，要刚好表布跟表布的高度要一样高，然后再来车里部的部分，钢铁屋，好，然后呢就把它车起来。注意听那是表布跟表布的高度要一样然后再把多余的地方车起来，旁边里部车起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好，折好它的高度。那它这个会有一块布料在这边，你就是都把它移走，就是另外那一面你都要把它移走，就我们就只要车眼前的这一部分，好，底端它这个表布的高度要一样，好，然后把它捏紧，或是用强力夹把它夹起来，好，然后我们再来车。车的时候要小心，你不要让这块布跑下来哦。你要把这个上面刚刚那个小的那个鱼有没有？要把它往上折，好，往上折。我们只要车里部的地方就好，好，千万不要让它往下，然后你又不小心车到。好，再把这里给车起来。这时候呢，我们再来把里部的底端呢留一个反口，好，把底部车起来，然后留一个反口。这里要留一个反口，然后呢，我们来把带底打角车起来，这样我们的一边就完成了。所以它难度没有很高，但是你就是要小心，不要车到另外一面。我等下翻到正面，你就知道另外一面是谁。好，可是车这一咖也是就是超级有成就感。而且我觉得这种带型它做起来真的是相当好看。我之前真的做过好几个大大小小圆圆的啦，立体的啦，就做过好几种。好，做完之后呢，我们就从这个反口把它翻到正面。那我们要翻到正面的，注意的就是手直接戳到这个底部来。好，我这手现在在这里，好，直接戳到底部，然后把它戳进去，翻过来。然后就从这里慢慢的把它翻出来，然后这边的话再一样，手指头戳到底端，直接把它顶出来，好，把这个角给顶出来。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小小的底跑出来了，有没有看到？然后呢，前面的这个有前带的这个部分，它不是有一个 U 字形呢？我们从刚一直在强调的小小的 U 字形的部分，那个盖子的部分，这里会有一个角，我们要把它怎样折好之后翻到正面来，有没有看到？这边比较不好折，但是还是能折。好，你就用手指头帮它推一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角度蛮美的。所以刚刚我们就是在车这个地方，在车这个位置，要把它车好。然后呢，就要从这边压线，把刚刚这一段呢，把它压线缝起来，好，让它固定住，不要翘，好，不要这样，好像那个没有车固定的感觉。那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把它布都尽量里部尽量往内推，然后穿到这个压角的下方。那如果你怕车不好，你也可以先熨烫哦，熨烫完之后再车。那我刚刚不是说有先稍微折一下吗？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里部会比较好推一点。如果你是用熨斗烫的话，就会更好推。好，把里部尽量往内缩，不要让它跑出来。这块布真的，它是日本棉麻材质
品质相当的好，而且颜色也非常的好看。好，它绿色哈，有些绿的就不好看，那这个绿的就很高级，很典雅。然后图案又是那种圆圈，又不会太过于华丽或太过于可爱，哦，就是舒舒服服的。好像这样子呢，我们再把里面的这个里带呢，这个带底，好，把它车起来，这样子呢，我们的一边就结束了。很快吧？算很快吗？就是在翻来翻去之间呢，我们就把这个里带给车完。那当然就是说，一开始你第一次做的时候会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但是你就是要做完一个之后，你想一下，你就会知道说你刚刚在干嘛。好，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说有另外一边不要车到，说的就是这一片。好，这一片你千万不要跟它夹车在一起，这样你就没有办法跟另外这一边一起车。所以你车，我们刚刚从刚折来折去的就是这一片，这一片就是不能车到。好，不能车到带底，不能车到边边，不能车到底部。好，就是要这一片要保护好，不要车到它。那不要车到它呢，是刚刚的事了哈。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车，就这一次就换它了。那这次换车它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不要车到哪里，就是不要车到这一个了，对不对？就是你一面车完再车另外一面，好，就是要小心把它分成2个袋子再处理。好，我们就是不要车到这一边。那要车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前面这个袋子呢，把它挪一下，好，这样你就不会车到了啊。一样，怎么样？边边对边边，好，然后先车这一段，就跟刚才一模一样咯，哈。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外带有一点蓬蓬的，所以我们要把外带呢稍微拉过去左边一点，让它这边会平哈。我们刚刚那边不是说挤一点点吗？就是有让它挤进去，好，让它外带挤进去。你这时候要把它往旁边推，不要把它车死了。不要你挤进去，它又跑出来，然后你又车住，哈。我的意思是这样。好，车起来像这样子，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好，我刚刚说的就是这里，你不要这样子把它车住了。这里是不是有结结？好，有一个小感觉，有一个小折子。你等一下在车的时候这里要把它推平。好，然后我们再来车另外这一边，那就跟刚刚一模一样啦。所以就是这一咖的侧边比较特别，就是它不能一次好从里部车上来。好，因为我们就是要分成2段式去车。那车完之后再来车底部。好，那在车底部的时候，你就是把这一片呢往上折或往上推或怎样都可以，就是不要车到它。跟刚刚一样，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车另外一边的时候就要说要小心，不要车到别人，对不对？那刚刚那个就是隔壁来哈，隔壁来你蛮去人，你起厝蛮去拆厝的刚拆到隔壁来，好，刚才。然后再把底部给车起来。你看这2片我剪的不是很一样哈，这时候就要修整。所以你在剪，因为我之前是不是跟你们说过，我每次剪布都一次剪好多层，好，所以有时候那个版型就每一层哈就不太一样，因为一次剪很多层比较容易有误差。因为我就没关系，无所谓，我就是都乱剪。好，我要跟你们讲的是，现在要做这个打这个底，那你会发现很多层，你很难找到这个底。那我告诉你们，从外面的，就是这个最高的这一片，你顺着这一片摸进去，好，它有一个外带，好，它有一个外带，你顺着这一片比较高的这一片，顺着它的外带的外面摸进去，你就很容易摸到它的这个底部了。好，它真正的底部。你看我手指头跑出来了，有没有？然后你就可以把旁边的我刚刚说的另外那一片，把它推到旁边去，然后我们再来打角，就不会去车到刚刚我们才刚车完的那一面。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打角了。你记得要从这个比较高的那一片
摸进去，好，比较容易找到这个角，好，我们就可以确认一下有没有车到隔壁的。好，再看一次哦，从这个比较高的这一片，好，摸进去，然后把刚刚已经车好的那一面呢，把它往里拉，然后让这边的这个角呢，就可以很单纯的只车到它这一边。然后你要车的时候要小心，就是说它一边是有外带的，然后另外一边没有，所以它会有一个高低差。那我会建议从低的，就是比这边有外带那边比较厚，没外带的这边比较薄。那我会建议大家是从薄的这一面往厚的这一面车，会比较好车一点。好，这样子，两边的打角完毕之后，接下来是里部。那要车里部的时候，这一片就是我们刚车的那片，我们把它往内折，这样子呢，车侧边的时候会比较好车，这里才不会一高一低的不好车。那一样要对准，表布的时候对准，然后车里部就好。表布对准什么？对准那个，再说一次哦，表布要，我都怕你们听不懂，表布要跟表布对准，把它往上折，剩的里部在一起车。好。其实讲再多就是你自己做一次是最好的。好，有时候你讲再多，你们没有真正的实践去做的话，也是就是听着，好像听好爱困的那年。好像这个又会卡到这一片，另外那一片，我们就把它往内推，然后呢，高度对齐，表布跟表布的高度对齐，有没有看到这两个高度对齐？捏住之后，只要车里部的地方。有时候我就想说，很多人都说看我的影片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是我讲话太无趣还是怎样？还是那个声音让你们觉得很舒缓？反正很多人都说他睡觉前都要看一下影片，动这催眠曲的天。好，我们这里呢一样要留个反口哈。那留反口，这个反口你可以留大一点点，因为它变比较多层了，好，你就可以留大一点点。那一样，你看我这里部有，刚表布没有剪刚好，里部就会多出来，趁机把它修一修。就是说，如果你尺寸有一点点的一点点差还不至于是那种罪不可恕的死罪，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会把它修一修，也还好啦。那当然是像你们一次做一个以后一次做两个我们布料就好好剪我是因为要做样本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这个花样，有些人喜欢那个花样，那他又不知道说这些花样做起来是什么感觉就不敢下手或不敢做。那通常呢，我就会做样本给大家看。那毕竟这也是算我的工作吧，而且加上是我自己本身就很热爱手作，所以我就有用我就加做挂，无用就减做挂，好做我就加做挂，歹做我就减做挂，就这样。有些袋子还是有一些难易度的。好，我们这样车完之后呢，再从这个洞把它翻到正面来。好，那这个要翻到正面的时候，你要记得我刚刚说什么？我们要从比较高的这一片去摸这个底，它会比较好摸到，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是一样，从比较高的这个底穿过这个外带这里有两层，一个是带身，一个是外带。我大拇指在带身跟外带的旁边，然后你就可以摸到这个带底，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翻到正面来，然后就从比较大的这个反口，我刚刚说反口这里可以留大一点，对不对？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来。然后手指头呢就进去，把它从里面把这个袋底戳出来，有没有看到？这个袋底都戳完之后，我们就要来把上面的这个短短小小的这个拉链布，这个 U 字形，它就是拉链布的部分，把它也戳出来，这样子，这个袋子的形状，你看就完完全全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喽。
像这样。然后呢，我们要干嘛？再来压线。好，压线的时候，我刚刚说什么呢？就是把它这样张开来之后，把它穿到我们的压角下方，然后就从这里开始压线。这一咖真的难度没有很高，你不要看我这样翻来翻去好像很难，其实它难度真的没有很高，而且这个类似的样式，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如果看我的影片的话，看我有买材料包，相信你也做过这种类似的这种袋子，是不是真的很好用？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个万用包哈，也是可以背的，是比较大一点的，好，那个就比较大咖，它大咖。然后这个是手提的，那因为它的形状啊、尺寸啦、比例不一样，感觉就不一样了，布料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了，对不对？其实就算是同一个布料、同一个花色，有时候颜色不一样，你的感觉也是不一样，对不对？好，我们把袋底呢就车起来，这样子。其实这个时候呢是熨烫的最佳时机。好，这时候你因为没有拉链，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好烫。你可以先把袋口这里先烫平，这边也烫平，然后当然这个中间你都可以跟着烫平。接下来你还可以把袋底有没有，把它这样折好烫平，折成这样，就是中间这里会凹进去有没有？把它每一个袋底都把它烫平。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袋子整个就会跟我像一开始介绍给大家看的那样，非常的挺，好，像这样，对不对？这样就已经看起来就已经蛮挺的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干嘛？把拉链车上去了。那拉链车上去，当然就是低循环在这一边的话，我们就是拉链的头就是在这一边。那当然，如果你是习惯用这一手拉链的话，那你一开始低循环，你就要放在右手边，所以你就要看你自己喜欢左手边还是右手边。一开始的时候先决定好。好，我们把拉链打开，头折起来，然后放到它的下方，直接压线，直接车。好，正面哦，正面直接压线，直接车，把它对齐好就可以车了。没对齐好也是可以车，就比较丑而已。然后呢，就开始车它。好，接下来把拉链拉起来，我们做个记号，它的那个底端的这个记号。然后呢，再把拉链打开，然后对齐这一面，这样呢，你的两边才能够平行，好，才不会歪掉。然后这边怎么比较短？好好笑。这样好，我们就来开始车咯。这边是我刚没有把它戳出来，外面是不是？我们觉得这边比较短，我们搓的时候要记得把它尽量往外搓哈。好，然后就把它车起来咯。不是，我根本没有放平，是不是？超好笑的，气尬嘞，根本没放平啊，白痴！叫大家要放平，然后我自己没放平，我真的是推龟哦，坑哦。有时候就是有点那个自己也，因为这咖真的车了很多咖，然后有点太放松了。你看，骄折必败就是这样，自以为很厉害，结果嘞，根本一放下去就发现没放平。好，让你们知道说，有时候就是会发生这种事。你以为是这样，但是根本跟你想的都不一样，可恨！都已经最后一条线了，好啦。
来，重新再对一次。好，然后慢慢的就把另外一边的拉链给固定上来。好，固定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拉链打合起来了。这有一些刷塞也看得很不高兴，这种线头。这时候拉链就可以把它拉起来，有没有？一个漂亮的袋子就完成。那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步骤是什么？就是要把D形环放上去，把这个手拉环放上去，然后呢，先穿过 D 形环，然后把它压线，把它固定起来。快车完了，整个人精神上现在非常非常的放松了，被做好，真欢喜。因为这咖真的是其实没有用到很久很久的时间，然后它就难度也没有很高，然后车起来又非常非常疗愈，所以就是那个不知不觉就是整个很放松的一个手作，然后它的完成度又很好。就看了好像技术很高超，有没有？然后另外这一头呢，我们把它放那个什么钩环。所以有时候像这种手作哦，看起来就厉害哦，就很想多做几个，让人家称赞一下。而且选的花色又很好看的时候，你真的哦，整排起来是心情极好啊。好了。完成了，好，我们接下来就把钩环呢勾到我们的这个拉链头上面去，好，然后呢，我们要用的时候，当然这个之后还要再整烫一下会更漂亮了哈。要用的时候就这样给它拉开，然后看你要放钱放零钱都可以，要放钞票还是放零钱，然后这里就是可以放手机，好，那我的是那个。我自己是用那个 iPhone Pro Max， 就是比较大型的，放上去是很 OK 的。然后中间可以放零钱、放钞票、放什么，到处都可以放钞票啊，没有说哪一个，只是跟你说你可以分类使用哈。前面我们可以放我们的那些无微博的小东西哈，就可以放进去里面。然后前面还可以最外面的钱袋呢，我们就可以放那个悠游卡啦，或是什么无微博什么挖格色。你想放什么你就放，然后因为现在新冠肺炎又有一点那种卷土重来的趋势哈，又开始有点那种危机了，所以大家呢口罩还是有需要的话还是可以戴起来，然后呢就可以收纳这个位置，或是收纳一些收据啦，或是停车券啦，或什么那种东西。然后呢下面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稍微熨烫一下，让这咖袋子呢的形状会更漂亮。更挺，然后平常我们就可以挂在手上哈，然后或是大包包里面，我们可以穿过提袋的部分，然后就变成大包包里面的小包包。然后如果临时要出去，我们就可以拎着就走，是不是很 OK？ 然后装起来满满的，就像这样子，完完全全的没有负担，物尽其用，空间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啦。所以呢，如果你喜欢这咖袋子的人呢，你就可以做个10-20咖，这个颜色也很漂亮，有没有？这两个圈圈的做起来真的很好看，好，然后有点古典风，还是要可爱风。哎呦，我捡个东西都很可以。然后这是我自己的，好，我是用金齿拉链，你看这是388，就很好笑。然后就是反正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做，就是大家喜欢的话做起来啦。我真的觉得手作哈。为什么真的很喜欢教大家分享一些做法，就是因为我觉得手作真的是让我心情可以变好。有时候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透过手作呢，我也觉得可以疗愈心灵，就是可以让你的心情沉静下来，不会说一直为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一直困扰，因为你这时候你的脑袋会专注于另外一件事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其他的事，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冷静、慢慢思考的去多想一下，就不会一下子反应变得很大，让我们的情绪上起伏不定这样子。好啦，总而言之，废话说完了。你看我一次做这么多咖，真的很厉害，一直说自己很厉害，有没有？很漂亮，所以就是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赶快做起来吧，真的很赞，很实用，送人或自己用都很 OK 哦。啊，你知道那个角落小生物的女生跑去哪里吗？刚刚掉到地上比较远，我懒得去捡了。好啦，就是这样啦。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自己做一个可爱的这种多层收纳的这种包包，好，真正好用的啦，快咯，真正袂歹用。好啦，有需要的朋友赶快自己做起来了吧，拜拜。